不久前，有美国年货之称的使命召唤21正式发布了。这次说使命召唤是黑色行动的第6代续作，故事背景不再发生在黑色行动熟悉的冷战，而是发生在海湾战争时期。这期大兵就和各位聊聊本期使命召唤主线剧情中有哪些细节和真实的背景原型。本期呢只聊武器装备，不涉及具体的游戏剧情，所以担心被剧透的观众可以放心观看。视频开头，首先要感谢老戴在此对本期节目的支持。虽然说了不讲剧情，但是大兵开头还是要为各位简单铺垫一下历史背景。游戏中的海湾战争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后，而真实的海湾战争呢，发生在1990年8月，距离苏联解体的91年12月还差了1年。这可能是制作组为了强行摆脱冷战标签而创立的平行宇宙世界观。目前世界上的主流观点认为，海湾战争是人类史上的第一场现代战争。在此之前，虽然随着美苏冷战，人类的战争科技迅速发展，但战术却没跟上，颇有种航空母舰甲板上摆放反坦克炮当战列舰的幽默感。总而言之，现代战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苏联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一个西方81军演，可惜后来解体了。但轮到美国上场表演时，全世界都恍然大悟，原来仗要这么打的。海湾战争突出的特点在于信息化多军种兵种联合作战，规模大，节奏快，空军脱离陆军独立作战。而在游戏剧情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主角团使用某种带有夜视功能的目标指示器观察抓捕对象，大兵是没有找到该设备的原型，但现役美国陆军的标配为 ANPED-1。ANPED-1 激光轻型标定测距仪是一种多功能便携式目标定位系统，旨在帮助地面部队准确识别和标定目标。它的目标定位模块集成了热成像仪、白天摄像头和激光标定点成像技术，能够在夜间和低能见度条件下识别车辆大小目标，夜间识别范围可达3公里，白天可以超过7公里。TLM 还配备了电子显示屏、眼睛安全的激光测距仪、数字磁罗盘和 SAA-SM GPS， 提供安全准确的位置数据。LLDR 激光标定模块可以发射与美国国防部与北约激光制导弹药兼容的编码脉冲激光，这使得其可以直接为北约标准的激光制导炸弹标记目标。剧情中我们也能看到，主角团利用该装备为轰炸机标记目标。接下来出场的轰炸机呢，我们也很熟悉，黝黑的机身以及标志的多边形外壳，是世界上第一款隐身作战飞机洛克希德的 F-117 夜鹰轰炸机。F-117 的设计和材料使用都是为了减少被敌方雷达探测到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其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这款飞机的外形设计独特，采用了金字塔形的外形，所有的飞机蒙皮都采用了平面设计，并且通过雷达的反复照射验证，以取得最佳的倾斜角度。这种设计有助于折射雷达波，减少雷达回波强度。飞机的表面和转折处被设计成了使反射波集中于水平面内的窄波束，而不是全向散射，这样雷达很难以捕捉到连续的回波信号，从而难以确定是飞机目标还是顺便噪声。F-117 在飞机的边、棱角等强反射部位和某些表面部位广泛使用了雷达吸波材料，这些材料能够吸收或减弱不同频率的雷达波。飞机表面的黑漆据说是含有氧铁体粒子的所谓铁球吸波涂层，这种材料呢，不仅可以吸收雷达波，还可以吸收和散射红外波，这也使得外表呈现黑色。再加上多边形的外壳，使其外形极具辨识度。此外 F-117 的发动机喷口设计成了开封式鸭嘴兽口琴嘴巴形状的窄缝，这种设计有助于降低飞机的红外信号。喷口内有11片垂直的导流片，下边缘有向后上方翘起的斜板，
减弱了机尾后的雷达反射，对红外辐射也有遮挡作用。通过与冷空气的充分混合，排气温度仅有66度。这种结构不仅降低了飞机的 RCS 值，还降低了飞机的红外信号量。为了降低电磁波的发散和雷达截面积， F117 没有配备火控雷达，导航系统主要由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高精确度的惯性导航装置组成。自动任务规划系统可以协调所有的攻击任务。F117 的武器全部装在机身内部，没有外挂架，也不挂副油箱，这样可以减少飞机的雷达反射面积。它的座舱盖、红外探测器和激光照射器的窗口玻璃上都采用了内表金属化处理，或者加用细导电丝栅网，以降低 RCS 值。它的进气口设计在飞机背部，并在进气口上设计了一层细密的钢丝网。这样虽然导致进气效率损失了高达 30%， 但是却完美地屏蔽了进气道和发动机风扇叶片，而让发动机的 RCS 值小到完全可以忽略的程度。然而出色的隐身性并非是没有代价的，和现代隐身战机一样，在保证隐身性能同时， F117 的武器只能放在内部弹舱里，而且只能携带2枚，这一点游戏中也还原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游戏里没有说驾驶员的名字，但窗户下面写了一行字，翻译过来是特勤组长莱利·弗拉纳根。在使命召唤的维基百科里，其职位为高级军事长。一般来说呢，在窗户下喷涂驾驶员名字是战斗机的传统，一些武装直升机也会这样做，这是美国空军一条不成文的传统。说回游戏，从弹舱里推出的炸弹正是美空军为 F117 专供的 GBU-27 宝石路3激光炸弹。该炸弹的弹头是一枚 BLU-109 硬化穿透炸弹，内含874公斤炸药，能够有效针对各种混凝土和地下掩体。因为其巨大的威力，美国士兵戏称其为铁锤。而在游戏中呢，美军拿去轰炸车队就有些不太合理了，主要是因为这种炸弹呢是为了攻击地下掩体，采用了延时引信，如果用其攻击车队，炸弹可能会直接钻入地下再爆炸，浪费了大多数威力。再加上之前已经提过，轰炸位于沙漠风暴行动之后，按照正史，此时的伊拉克防空系统已经被摧毁殆尽，让一架隐身的 F117 带着2枚钻地炸弹来轰炸车队，属实是有些大材小用了，可能只是为了让他帅气出场，故意安排的情节。这也属于为了这盘醋包饺子了。说回游戏啊，2枚宝石路炸弹先后命中了车队的前后部分，导致整个车队都被堵在了路上。我们经常能在俄乌战争中看到这一幕。为了通过雷区，俄军机械化部队往往会采取一字长蛇阵，前车趟雷，后车跟进。而乌军只需要在俄军行进到雷区中央时，用 FPV 炸断前后车的动力，就能让数十辆俄军装甲车被堵在雷区中央，要么强行走入雷区，要么待在原地，等的是更多的乌军炮弹或者是无人机。有人认为这段剧情太扯了，因为主角团需要抓捕车队中间的重要目标，直接用轰炸截停车队风险太大，如果炸弹偏离一点，就从抓捕变成歼灭了。大兵个人认为啊，这段剧情确实是有夸张成分，但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宝石路炸弹在第2代时采用激光编码加密，增加了抗干扰能力，并具备多目标作战能力，而在第3代用陀螺稳定式导引头代替了风标式导引头，精度进一步提高，原概率误差可达10米以内。关键在于啊，激光制导炸弹无法跟踪移动目标，所以攻击者需要预判炸弹到地面时车队的位置来进行精准投弹。虽然现实中海湾战争时期还没有这么高超的火控计算系统，不过这毕竟是使命召唤世界，海湾超人大脑算力强一点也不过分吧。在剧情 CG 结束后，就到了实操作战部分。本作使命召唤在单人剧情中加入了战区的防弹衣设计，即通过收集防弹插板装在防弹衣里，就能为玩家提供额外血量。而在现实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大兵大多数穿戴的还是 PASGT，
也就是地面部队人员装甲系统。这是一种自越战后开始装备的美军标准防弹套装，主打的是轻便和实用性。头盔的主要作用是抵挡弹片和榴弹，但也可以抵挡手枪弹。据说在实测中，.45手枪弹在7米内只能将该头盔打出一个轻微凹陷。而背心呢，则是首次采用了凯夫拉材料，可以抵挡9毫米手枪弹，但面对步枪弹还是可以直接躺了。之后的实测均证明 ，PASGT 的实际防护效果比其声称的要更强。虽然 PASGT 之后推出了可以容纳防弹插板的版本，但那已经是1996年的事情了。海湾战争都结束好几年了，其插板材料为陶瓷，基本只能有效抵挡1发子弹，不能像游戏里和能量护盾一样软硬通吃。而这种插板型的 PASGT 一经推出就饱受诟病，因为其重量从 7.5 公斤暴涨到了 11.4 公斤，美军评价其为笨重的令人无法接受。在2003年，大多数 PASGT 开始退役，由 IBA 防弹衣替代。虽然这代使命召唤的敌人不再是俄罗斯了，不过第一章的官邸 BOSS 依然是使命召唤的老朋友米24磁陆直升机。该直升机曾经在使命召唤的多代中出现，包括在使命召唤4现代战争1关卡双狙往事中被普莱斯狙击枪防空的，以及在结局追击主角车队的。使命召唤8现代战争2中被黑鹰侧面加特林连续打下来3架的。可以说每一代都出现，每一代都挨打。不过这也侧面说明了该直升机给西方留下的印象。事实上，像双狙往事中那样用狙击枪打下来米24还是比较困难的。根据1994年美国作家汉斯·哈尔伯施塔的一篇文章，米24的座舱玻璃和螺旋桨可以抵御.50口径的狙击枪子弹，而普莱斯当时使用的恰好也是.50子弹的 M82 狙击枪，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巴雷特。回到黑色行动6，这次剧情呢没有再安排步枪反攻击直升机了，而是直接搬出了便携防空导弹。游戏中该导弹的名称为西格玛 2B， 现实中呢并不存在，估计可能是为了规避版权吧。事实上原型就是毒刺导弹 FIM-92B， 游戏中的毒刺性能被显著增强了，拿起导弹锁定开火，全程过程2秒就完成了。而现实中呢，毒刺导弹的使用非常复杂，使用前需要激活电池给导弹通电，让导弹的导引头开始工作，捕捉到目标机发出的红外辐射信号后锁定后，导弹发射器会发出蜂鸣声，提示射手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发射了。这过程呢，一般至少需要5秒。不过之后第一发毒刺被磁路释放的热铀弹吸引，还是比较符合现实的。由于毒刺使用的是红外导引头，因此对热铀弹的抵抗性更差，但 FIM-92B 采用了红外紫外组合制导，对热铀弹的抗性就大大提高了。在1986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就有一架磁路被毒刺击落。好了，说到这里，使命召唤21第一章的剧情就基本结束了。大兵只挑了其中的一些重点来讲，如果有什么遗漏，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补充。这是大兵第一次尝试通过游戏来讲现实的武器装备，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这种形式？如果觉得还可以，请多多的点赞、转发、评论。如果能在24小时内超过2万，大兵会加急在本周内更第2期。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